就真的跟中国的火车站特别的像，果然是中国制造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钟啊，我现在是在非洲的肯尼亚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从首都内罗毕坐火车前往蒙巴萨。那这条铁路呢，也是咱中国人在非洲修的4大铁路之一啊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。进去之前要安检啊。那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售票厅啊，因为我们在网上已经订好票了，所以直接去取票就行了。输入手机号码和账号就可以取到票。但我们在网上买票的时候是不能选座位的，就是相当于是随机的票，上面有写啊 ，print。那我们现在呢是要准备出发去蒙巴萨，这个站呢是内罗毕的南站，也是他们的高铁站。很久没有见这种纸质车票了，是吧？就咱们坐这个火车啊，经过了好几道安检，其中有一道就是要有那个狗狗啊，它会闻你的那个行李作为安检的方式啊。然后现在又要安检了，就它这边的安检特别的多啊，一直都在安检，不停的安检，不停的查。整个车站的装饰呢很简洁，但是很敞亮啊，好多人啊，我的天，兄弟们，这都是在候车的人们。都满了啊，都坐满了。那边是检票口，这个服装感觉跟中国的也很像。咱们现在是要检票了啊！1、2，蒙巴萨，没有人检票，就进来了，挺多人的啊，这个人流量挺大的。那旁边就是停的火车了，那边是有货运的啊，旁边就是一个货运的堆场。其实我早在2017年12月份的时候就坐过这辆车，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6年了，车票也从700变成了1500，就真的跟中国的火车站特别的像。果然是中国制造啊！这边呢用英语和苏瓦希里语写了这个车厢，这儿也有电梯，这下面都是货柜，从蒙巴萨港口拉到内罗毕来的。旁边就是一个堆场，这个车厢呢是戚书燕制造的25改，车头呢是东风11的内燃机车。Thank you。进来这个车厢之后就感觉很熟悉，有点绿皮车的那种感觉了啊！这个里面是有空调的，在非洲能做到有空调的车不多。那咱们现在是已经上车了啊！我买的呢是个2人座，车票呢是1500，1500就合人民币85块钱。如果是1人座的话，得4500先令，就得200多块钱了。整个的从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话，大概是470多公里，运行时间的话有5个多小时啊，5个半小时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车票价格怎么样？咱们这个车次坐的还挺满的啊！这个小桌板的这个盘子也是真的回到了以前。咱们现在是发车了，不过这个玻璃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搞成这样了啊，看不见外面的景色，挺可惜的。这边有这个小推车卖吃的。咱们现在坐这辆列车呢，它最高时速呢是120，目前的速度呢是106。这个106呢，其实在当地已经很快了啊。你像它之前的那个乌干达铁路，好像从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话，坐车得24个小时，现在咱们只需要5个半小时，所以真的是省了不少时间。这个是车厢里的厕所啊，感觉跟国内差不多，只不过呢是换成了马桶。这旁边垃圾桶都是中文啊。这个洗手池也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我感觉其实你别说是非洲啊，但还真的挺干净的。这个是列车员的小房间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配套的中文的。就这个车子基本上还没什么味道，看起来也比较干净。小车来啦，咱们看看有啥吃的。上面呢还写了一个 bill number， 就是他们用那个移动支付。这个 Tusker 啊，有一个象头的呢，就是肯尼亚的本土啤酒，特别好喝。大家如果来肯尼亚的话，一定要尝一尝。它这儿还有这个菜单可以点呢，这儿有热菜，然后有这种 quick bite， 就是类似于快餐。Excuse me, I'd like to have one beef stew plus ugali. Okay, and also one drink. Should I pay you right now or later? Later. Okay, thank you. 花生、瓜子、矿泉水、香烟、啤酒、八宝粥，来脚让一让。其实窗外的风景挺好的，只不过这个窗玻璃啊，感觉是有点花了，老化了啊。这没几年，怎么就老化了呢？他这儿卖的是奶茶。哦，150先令一杯，大概合人民币的话是7块5毛钱。而且我发现，就基本上每一个乘客都会买吃的、买喝的。小东也点了一杯这个奶茶呀，尝一尝。Thank you。这个呢是肯尼亚当地产的茶，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啊。肯尼亚呢是全世界出口茶叶最多的国家，就全世界呢有几个茶叶的产区啊，一个斯里兰卡，另一个印度，然后中国，然后最大的就是肯尼亚。肯尼亚这边的气候呢特别适合种茶叶啊、咖啡什么的，所以当时呢就是英国殖民的时候呢，就把中国的茶叶啊、种植技术啊什么的就带到了肯尼亚这边来种植啊，所以肯尼亚的茶叶呢是挺不错的啊。我们来尝一尝这个奶茶如何？不错，这个奶是真好。就
在蒙内铁路之前呢，肯尼亚之前是有一条铁路的，叫做乌干达铁路。那个时候呢，英国人建这条铁路是为了什么呢？因为整个在东非地区啊，它是分德属东非和英属东非。那德属东非呢，就是坦桑尼亚那边；英属东非呢，就是肯尼亚、乌干达。当时英国人修这条铁路呢，就是为了运送更多的一些军需物资啊，还有部队啊，到乌干达去加强那边的管理和统治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把维多利亚湖周边的一些经济作物啊、一些矿产资源啊，然后运送到港口蒙巴萨。所以其实它是起了一个吸血的作用的啊。对于当地人来说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殖民统治的一个工具吧。但是现在咱们这个蒙内铁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个蒙内铁路呢，就是真的是能够帮助到当地的一个发展。而且当时修这个乌干达铁路也是死了不少人啊，死了2000多号人。当时这些工人都是哪里来的呢？印度来的。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肯尼亚境内有那么多的印度人。然后这个铁路修完之后呢，大批的印度人他们就留在了肯尼亚当地去做生意也好，或者干嘛也好。所以他们其实是比较早一批来到这个东非大陆发展的一个族群吧。咱们的饭来了，等了1个小时，终于来了。它是一个塑料盒包装的，感觉挺卫生的。然后这个餐具也是独立包装，挺不错的，刀叉勺都有。然后这里面还有那个胡椒和盐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在火车上点的一份饭啊。这里面炖的牛肉、蔬菜。然后这个是五咖喱，这个五咖喱呢，其实正确的应该是要用手吃啊，这是白白的原味的，尝一尝。它这个好像是玉米糊糊，会比较粗糙，但是它没有怪味，我觉得这点就挺好的，不会酸。蘸一点酱汁，尝一尝。加了酱汁之后立马不一样了，好吃多了。哇！这个里面的是牛肉。不错啊，这非洲的牛肉就是好，炖的比较软烂。This is a temporary stop. We will park for a few minutes to give way to the Nairobi-bound train. We will park for a few minutes to give way to the Nairobi-bound train. 列车临时停车，我们正在给其他火车让道。不错。真好吃，这个菜叶子是他们当地的蔬菜。正确的吃法是用手把它捏成一坨。这个五咖喱很多人在那个赞比亚还是什么的叫恩西玛，还叫西玛，但都差不多。其实口感还可以啊，有点像那个芋头，但是呢要比那个芋头要更粗糙一些。就它这个饭盒，3/4的全是菜和肉。只有1/4的是主食，所以挺良心的啊，25块钱，不知道大家觉得贵不贵？感觉它这个应该是学习了那种航空餐的配餐方式。这是一个牛肋骨，好吃啊！我觉得10分的话，我能打到8分。这是5月20号生产的，然后就是只能卖到22号、21号、20号。旁边的车过了，这个是去内罗毕的。现在这个小妹妹过来收钱了。How much is this one? Okay, so in total 650。咱们现在路过的地方呢，就是查沃国家公园啊，一个东一个西，查沃国家公园。这个公园呢，里面也有很多的野生动物，就真的运气好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动物在这两旁。所以坐这趟列车呢，也算是一个 safari 了啊。大家如果时间多的，真的可以来体验一下。然后大家看到那些货车呢，就是往返于内罗毕和蒙巴萨的那条路呢，就是蒙巴萨 Road A109啊，是他们国家的经济动脉。就在这条铁路建成之前呢，所有的货物集装箱都是通过这个公路运输到首都的。那现在呢，其实这个货运有很大一部分都被这个火车运输给取代了。 We have arrived at Kigwezi Station and we will stop for 2 minutes. Thank you for choosing to travel with us and we sincerely hope to see you soon. 咱们先到站啦！大家看一下这个车厢，真的跟国内一毛一样。你像这边出站都不用刷的啊，直接出就行了。有机器也只是个摆设。在这个蒙巴萨的火车站还有一个郑和的雕像呢。